美嘉兴的10208小怪兽完全原厂能不能玩呢？答案是肯定的。原厂动力我调整了中差速油和齿轮比，就可以做到原地空翻。甚至有的车友啊，只调整了中差速油，并使用了高放电率的电池，原地空翻也是可以做到的。这辆车优点很多，首先第一点，原厂的电调和动力相当不错，只要有个好场地啊，就能物尽其用了。第二点，传动系统整体都很强劲，我的玩法挺丰富的，这辆车也算是都扛住了。当然，前提是玩之前啊，要给传动齿轮的个数做一些检查，给矿量部位补充一点点垫片。第三点则是车壳很优秀，超耐磨啊！视频里展示出来的都是我剪辑过的成功画面。这辆车其实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误，在地面上剐蹭了很多次。车壳都一直坚持了下来，至今还能用，很出乎我的意料。而这辆车的缺点也不少，缺点之一就是飞高了很容易掉车壳，而且掉得过于频繁了。缺点之二，整体悬挂系统的设计可能有缺陷，除了避震形成的手感很硬，我第一次下地玩飞得比较高，避震芯就弯了2根。缺点之三，原厂的电机风扇较为脆弱，飞太高啊它是扛不住的，落地后的冲击啊可能会让风扇碎掉。缺点之四，轮胎的设计虽然是最适配这套传动的，但无论是轮毂还是胎皮材料质量都较差。缺点之五倒也算不上是个缺点了，就是原厂的电调和电机性能不错的同时啊，又刚好卡在了一个尴尬的上限上。如果强行安装比如 15T 的电机齿之类的高齿轮比啊，就会融化电线的胶皮。所以随着玩车的进程啊，我对我的这辆车也是做了一些改动的。首先是必要的改动，其一，为了适配 4S 电池的大小，固定电池用的电池仓扎带加长到了25厘米长。其二，前中后差速器的油需要调浓。其三，车壳夹需要拧紧。以上改动是这辆10208小怪兽较为基础的必要优化。而在此之外，我根据自己较为新手的理解和个人喜好啊，还做了一些非必要的改动。其一呢，就是灯线我进行了一个拆除，尽量简化整体的内容。其二，避震油更换成了2000的更稀释的浓度。其三，由于设计缺陷，车架和车壳之间啊是有明显剐蹭的。第一次下地飞得比较高，而且我失误比较多嘛，我的车壳啊就有了开裂。后续呢，我对车壳前后侧面的部位都做了一定的裁剪。车壳的出厂设计啊做的这些凹凸结构反而会导致车壳撕裂。其次，接收机遥控器我更换为了 NB4 和对应的陀螺仪接收机。遥控器更换后可以通过 APP 连接电调匹配遥控器的中位。其五，为了追求原地空翻不过热，我对电机也做了更换，并升级了风扇，但保留了原厂 12T 的齿轮比。其六，轮胎也更换成了置顶的实车大脚胎。这样加在一起的所有改动，得到了我自己独有的美嘉兴10208。在不换原厂电调的前提下，原地空翻就变得相对丝滑了一些，轮胎拿出去玩也比较耐用，我还是挺满意的。快速总结啊，到这里就说完了。后面的流水账内容呢，是24年上半年期间对
对于美嘉兴10208这辆车，我的玩车记录。我算是新手来玩遥控车啊，手法和改装玩法呢都比较粗浅，是纯纯的我自己的理解，如有不妥啊，还请各位大佬见谅。同时，本期视频内容较长，推荐大家边修车边看。回到最初的开箱，这次的10208相比14210还是大了不少的。两车的外观看起来很接近，甚至造型有些眼熟啊。不过竞速卡大脚车嘛，造型比较接近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体配件除了本体遥控器说明书，还给了一些工具和零配件。下地前我想着要对这辆车做一些调整，抬头轮需要到货后自行安装，安装的过程我换用了 12.9 级的螺丝，材质手感有点硬啊，但下地后证明这里的韧性是没有问题的。海绵垫在电池仓前后贴了一下，方便缓冲。原厂配的扎带在绑 4S 电池时长度会略微勉强了一些，换用了手头上有的25厘米长的魔术贴金属扣扎带。在安装扎带时会感受到整体车架都有些许的框亮，转向组也是有一些虚位，不过作为大脚应该还好。车壳后部的固定滑块有些松啊，根据车友们的经验需要紧一下螺丝。安装好车壳还是挺紧实的，就是前面的这个进风口也有点似曾相识啊。前后的灯线需要自行连接，亮起车头灯，亮起车尾灯。电条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蓝牙连接，进行设置，非常方便啊。我调节了启动等级、油门中位宽度和供电电压。整理好了，这就带出门来玩。这次的玩车场地是滨江区以西著名的小滑板场，已经有不少车友在玩车了。往前推的，对，是往前推的，我靠，前推是，他这是往前拉，他这是往前推的，看里面打开没灯线的，灯开一下，看灯的吗？灯有的，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你先悠着点玩，先推好好看。我操，这怎么这样的？刚下地挑了一个人少的地方，熟悉手感。玩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我的前进方向有点歪啊，赶紧调整一下转向中位角度。这次摔车比电池仓稍大的电池摔出来了，看来还是要用更匹配尺寸的电池会好一些。第一组电池我基本都是各种失误，并且频繁的会掉车壳。通过逐渐的尝试啊，我发现这辆10208因为悬挂系统很短很硬，而且车壳设计又不耐摔，所以可能需要更温柔的去玩它。换上第二组电，新换的电池尺寸稍小，刚好和10208的电池仓契合。继续出发。好，拜拜。拜拜。第二组电的玩耍就顺畅了很多，甚至临走我又飞了几次坡，没想到飞出了问题。
风扇坏了。好烦啊！你要不跑到最后一下，多烦！就最后这下吧。都录下来了，能不能不要嘲讽我？好，是不是最后这下坏了？不一定，就是可能前面就坏。走了，我马也走了。回家后清点，除了风扇战损，叶片崩断了。转向组的螺丝也松了一点。玩了2组电以后，感觉这个虚位还好，拧紧一点就行。车壳后部有些许的变形，算是正常现象吧。但车尾的灯线受到了车壳的剐蹭，出现了磨损。车壳前部的撕裂比较明显，是车架的设计问题导致的，也算正常现象吧。毕竟别的品牌也会磨损嘛。电池仓前部有一定的变形，是设计缺陷，太薄太矮了，而且没有加强筋。当时摔车后啊，电池卡死在了车架上，说明扎带绑的是挺紧的。电池的损坏除了电池仓的原因，也是由于安装偏大了，后来用了稍小尺寸的电池，再也没有脱落过。而避震的损坏是我没想到的，肉眼看过去似乎4根避震都坏了，实际是长避震的2条避震芯变形了，已经按不到底了。当时的官方零售店还处于一个完全没有10208配件售卖的状态，幸好有车友提醒，美嘉兴1:8车系的 H8H 所用的避震恰好就是10208长避震的同款，但是是蓝色。战损清点完毕，我就开始修车。风扇换上了额外的一个3010的风扇，但是一侧的2颗螺丝是悬空的，可能会不太稳。我给这个风扇单独走了一根线来从接收机供电。为了解决风扇不牢靠的问题，我本想替换掉原厂的风扇座，但手头的风扇支架和原厂39毫米直径的飞镖电机不太匹配，同时又会蹭底盘，同时还会和中传动轴有一定干涉，所以就放弃了。美嘉兴原厂的风扇散热架是有做避让设计的，还是先沿用原厂好了。为了改风扇，顺便打开电机座看了一下，电机座是支持 12T 到 15T 的齿比选择的，但不知道为何原厂 12T 的齿电机却安在了 13T 的孔位上。齿轮的规格也是比较奇葩， 32P 的 0.8 磨齿，但又是5毫米的孔径。拆车时还会发现我是第一批10208的买家，中支撑实在拆不动，加热冒烟，上了老虎钳都纹丝不动。幸好后来和官方客服交流，给我补发了完整的一套套件，前后蝴蝶架和中支撑杆做了彻底替换。内部的电机座在拆除时也会发现螺丝胶用的有些过多了。避震安装孔位也受车友启发，位移调整了一下，让其更垂直，避免继续折弯。车壳的车头我暂时做了如此的补强，但车壳的车尾已经是最终方案了，就是直接剪平处理了。车头这里车壳间隙太小了，设计是有缺陷的，完全没考虑到实际玩车会互相卡住的情况。原厂遥控器的转轮稍微有点紧，需要稍微松一点，方便回中。后灯线则是调整到了后防撞的下方，底盘螺丝几个严重磨损的螺丝我进行了更换。 OK， 这样这次的修复就算是修到一半了，避震的损坏暂时还没有补件能够解决。就在这个时候本地群的资深车友们已经开始下地了，没想到在车友们手中10208的表现竟然可以做到如此的丝滑，实在是太美妙了。漂亮。哦，可以，再来一次，可以，过头了，对，刚刚好，刚刚。哟，我的。所以带着半残的10208，我又忍不住来到了小滑板场这里我尽量剪辑出操作没太大失误的片段给大家看。
这样就有东西摔出来了，才换上的风扇就碎了，看来单边固定还是不牢靠。后续玩了没多久，轮胎又被我玩炸了，所以这一次就提前提车回家了。回家清点一下，换上的新风扇已经解体，另一个原厂风扇也发生了位移，一侧的2个轮胎胶皮都裂开了。不过呢，至少这次玩车我飞出了一些前空翻，我相对还挺满足的，那就继续修车，感觉同时还能做些改动啊。很快，在当时没有10208补件销售的情况下，我修好了损坏的避震。回到避震修复之前，后避震的避震芯有明显的弯折，前避震则是视觉上看起来有些弯，但还是能正常按压的。官方没有配件的前提下，按照车友的建议，我买来了 H8H 的避震。车友说的没错啊，确实几乎一样，甚至内部的活塞孔都是一样的细，配合这么浓的避震油，怪不得会歪避震芯啊。避震弹簧在2次玩车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甚至会造成避震筒掉漆。拆解过程中还发现原厂的避震防漏效果不错，玩了这么2次还有回弹。拆开发现防漏油的胶圈有做凹槽设计，这里很不错啊，和 Traces 的设计很像。这样就全部拆解了，对共通的零件我进行了翻新替换。换好后后避震终于可以正常伸缩了。借着这次修复的机会，在车友 CD 的建议下，我降低了避震油的浓度，希望悬挂不要再那么僵硬了。同时我还对接收机和遥控器也进行了更新和升级。电线数量我在这次也进行了简化，拆除了前后的灯组。阿杜家的40风扇支架恰好勉强兼容这个车架。同时我也换上了15000转的4厘米宽的风扇。差速器的前中后的调整比预料的简单一些，还是相对模块化的，虽然螺丝拆的可能比较多，但结构设计上相较优迪的10201 Pro V3 的一体式底盘要稍强一些。前后差速器内确实是黄油，中差速器原厂是10万的浓度，手感倒挺紧实的。拆除中差速器，我对螺丝的顶部和侧身都进行了烘烤，过程比想象中轻松许多，有的车友就比较困难了。第一批出厂的中差速器有着过浓的螺丝胶，确实是一场灾难。在这个早期阶段，我的3颗差速器是这样的浓度配置，全部弄好后我很开心啊。而中差速器的螺丝我也是全部替换成了 12.9 级的，提升强度，也是方便下次拆卸。中传动轴前后的接杯里我放置了2根硅胶软管，这也是从 Tim Crowley 的说明书里学来的小技巧啊。这里多提一句，中差速器的浓度我随后又换成了500万，实际下地后会发现50万的浓度还是相对有点软的。电机齿的设置在这一次我换成了 13T， 后来又改到了 15T。 实际下地验证呢，电机做的孔位间隙预设置还是蛮靠谱的。但在这里不同品牌的马达齿在顶端是有不同的偷轻挖空设计的。如果要利用上美嘉兴原厂电机轴上的翼扣，需要注意电机齿的这个特性，要不然就是上强力一点的螺丝胶了。同时 32P 的 0.8 模的5毫米孔径的电机齿在 12T 上的选择确实也不多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找 GPM 的客服求助了一下，没想到没过多久他们就满足了我的需求。只是我目前车上的 HR 的 12T 的电机齿还没有玩坏，大家可以买了来试试看效果，然后告诉我一下。同时在更换了更高的齿比之后，经历了2组电的下地尝试，500万的中差速油的加持下，动力首先是溢出的，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连滚带爬的翻出去2圈了。虽然传动系统完全是扛得住的，但电射就扛不住了，有过热的问题。我的电机电线的胶皮有些接触面已经融化消失了，过热后电机齿的螺丝胶也会松脱。总结一句话，就是原厂的动力它扛不住高齿轮比。接下来就是轮胎方面的无尽折磨环节了。玩车的早期美嘉兴官方当时没有任何补件销售，而且就算有原厂胎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轮胎方面我尝试了很多，经历了2个阶段，过热的原厂电机阶段和升级电机后的阶段。这里就带大家完整的体验下我尝试的整个过程。首先在原厂电机时期，众多的品牌轮胎中，我发现路易斯的这款轮胎和另一款兄弟胎是最接近原厂尺寸的一套。
暂时就这样装好了，造型还是蛮帅的。但这个帅气的造型持续的时间很短暂，我用 13T 的电机尺试车了5分钟，轮毂的结合器位置就立马磨圆了2个。当时我以为是轮毂没锁紧，后来验证是这款胎的轮毂和10208兼容性不太好。当时为了验证强度，我甚至把10208自带的轮毂垫片都拧裂了一个。后续在尝试 15T 电机尺的时候，因为实在没轮胎用，我就把原厂胎放在了比较受力的后轮位置，而路易斯轮胎呢，则是放在了前轮的位置。这样使用倒是一直没坏，可以发现后轮的负担是更重的。路易斯的轮胎不合适，我又买来了大1号的飞神捍卫者轮胎，以为会磨车壳，会有干涉，但下地平跑转弯都还行啊。配置了 13T 的电机尺，原地空翻是较为勉强的。拿在手上，发现似乎是因为这款胎稍微有点防甩，感觉更适合给竞速卡使用。而且飞神的胎玩过这一组电竟然没有坏啊！但后续呢，我倒是又不敢尝试 14T 的电机尺了，感觉电射方面一定会过热。接着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又买来了 LGF 品牌的大脚胎。轮毂结合的部分支持2种宽度的结合器，对应的结合器同时又有2种 offset 的配件可选。原本以为装了加宽零件后能比飞神大脚胎的 33.5 厘米能更宽一点，结果车宽是一样的。总体来看卖相还不错啊。配置了 13T 的电机尺，相比飞神的轮胎原地空翻轻松了很多，几乎是 99% 的成功率啊！这段视频让我几乎不需要删减和节选什么片段了。拿起来空转，会发现这套轮胎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甩柄。但在玩的过程中会发现 LGF 品牌这个轮胎也会磨损轮毂结合器的部分。找原因会发现美加星的 CVD 传动轴的末端螺母总是会松，而且这款 LGF 的轮毂结合部分相比飞神的会更松散一些，逐渐就会错位。同时这次我的轮座轴承是卡死了，会发现这么暴力的1:10的大脚车竟然用的是美加星1:14的小车同规格的小轴承。总之经历了多次的玩耍， LGF 品牌的这个大脚胎我总共融化了4个轮胎的轮毂结合孔，这个品牌的胎对于10208来说兼容性还是差了一些。反倒是后来找客服加急购买的原厂轮胎兼容性是最好的，要不怎么说是原厂胎呢？就算我改了任何齿比和动力，原厂胎的轮毂结合部分是唯一没有融化和磨损的。但原厂胎还是不适用，除了胎皮不好，虽然轮毂的设计适配它的车架，但材料比较脆，下地2次后呢，轮毂内外都有开裂和白痕。这里插播评价一下车壳，优点就是耐用性高吧。这次的车壳除了多次和水泥地互相进行了剐蹭，有了一些小小的裂痕以外呢，整体还是很坚固的。我很暴力的去试车，并没有明显的破损啊。缺点就是设计缺乏实用性吧，车架和车轮会在玩耍的过程中蹭破车壳，设计的很理想化，但完全没有考虑到实际玩车车体会发生形变的情况。在试轮胎的这段时间里，考虑到原厂电机尴尬的上限就是齿轮比设置一高就容易过热嘛。我在闲鱼店主诸葛神猴 RC 辅导员的建议下，将电机和风扇都进行了一个套装性的升级。因为电机 kV 值的提高我把齿比也改回了 12T。可以发现在当前配置下，原地空翻的效果已经比较丝滑了，成功率很高，但似乎落地的稳定性还比较差。我剪辑掉了很多失败的操作表现但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试车到最后玩到螺丝胶都松了，其他方面都还是挺好的，感觉动力提升带来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动力升级后，原厂小胎还是不过瘾，我换上了飞神的大胎，效果不错，稍微没那么勉强了。
一组电快结束时会出现动力不足，原来是电条过热了。电条开启了它的自动过热保护功能，在蜗牛电条的 APP 里会显示其具体的温度。带着这套新升级的10208，我就立刻来到了小滑板场继续试车。在收着油门完以后啊，反应也更灵敏了，整个车玩耍效果非常不错。nice。但在最后一次飞坡空翻后啊，最终飞神胎的轮毂结合器部分也融化了，会发现油门拉满也不会抬头了。回家后检查，后胎的轮毂是磨圆了的，飞神轮胎的持久力还是相对较好的。难道就没有合适的轮毂了吗？我是有从结合器到后差速器内部全部都拆过检查过，确实没有任何卡死的情况，但次次都会融化任何品牌的轮毂，除了原厂。抱着继续试试看的想法，我又尝试了置顶的实车大脚胎。装车造型啊，尺寸和 LGF 品牌的 MX-228 差不多大。效果嘛，就是一直翻啊，10208的表现都很稳定。没想到这么便宜的置顶轮胎，竟然也没有脱胶，也没有炸胎。就这样，我让车一直空翻，翻到了电条过热。关机给电条扇会儿风啊。继续玩。还挺不错，这丝滑的感觉根本停不下来啊。
2组电以后来检查后轮的结合器，还是严丝合缝的。2个后轮都拆下来进行了检查，也是没有形变。会发现置顶品牌的这个实车轮胎轮毂内孔径啊是比较小的，另外2个品牌的胎呢自身孔径比较大，安装在10208上晃动幅度也相对大一些，而且置顶品牌的这个实车轮胎结合孔的厚度也是相对较厚的。最后啊，我又尝试用了一下置顶的8车大脚胎，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邪道的方式。具体方法呢就是添加了一个加宽的结合器，这个方法是我从另一位 RC 博主 DZRC 那里看来的方法。装好后啊，感觉好长啊，全车造型也比较诡异，这真的扛得住吗？会发现前轮转向会蹭到车壳，所以相对的我减少了前轮舵机的行程，转弯会变弱很多。装车的造型倒是好看了不少啊，比例变得很可爱，这么大的轮子我还挺喜欢的。回家检查，尤其是后轮，就算到处都上紧了，晃动也是很明显的。开足动力啊，轮座的抖动非常严重。借着这次机会，我赶紧更换了更厚的垫片，把后轮摆臂的框量填补了一下。看来这套1:8比例的大车轮胎的玩法并不太适合我，应该是我调车的手艺不太行吧。OK， 这样各款轮胎对于10208的效果就算是试玩完成了。总结就是置顶的1:10轮胎是最优解。一番调试和改装后，我逐渐得到了我独有的10208，越玩越喜欢啊。然后呢，我还准备了一些维护的零件，一部分是官方寄来的补件，我自己呢也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替换用的配件，毕竟前面试车啊也是拆装了数次，失误和剐蹭也是出现了更多的次数，尼龙件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磨损的，后面有空会来个大保养。官方还出了公告，后续会有 V2 版本的升级，很期待。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